倒數開始了，15秒。這一刻，佛羅里達的夜空安靜得像是在屏住呼吸。發射台上，一枚獵鷹9號火箭矗立在火光即將爆發的邊緣。它的任務是把新一批 Starlink 星鏈衛星送入太空。但今晚真正被全世界盯住的，不只是這些衛星，而是火箭底部那枚第一級助推器，因為這將是它的第35次飛行。35次，對一枚曾經被視為一次性消耗品的火箭來說，這幾乎像是把航空史和航天史重新寫了一遍。倒數進入最後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，發動機開始遇冷，燃料系統進入最後狀態。火箭下方9台梅林發動機等待點火，每一秒都像拉緊的弓弦。5、4、3、2、1，點火！火焰猛然撕開黑暗，發動機推力全開。下一秒，獵鷹9號離開發射台，帶着星鏈衛星，也帶着這枚助推器的第35次挑戰，衝向天空。任務控制中心傳來確認，火箭姿態正常，開始向預定航道傾斜。這不是簡單的往上飛，一枚火箭要進入軌道，必須在短短幾分鐘內把自己從地球引力的懷抱裡推離出去，同時還要以極高速度橫向加速。它要做的不是衝破天空，而是追上軌道。很快，火箭突破音速，畫面中的獵鷹9號已經拖着長長的火焰，穿過大氣層最粗暴的區域。接着，最關鍵的壓力時刻到來 ，Max Q， 這是整個飛行中火箭承受空氣阻力最大的瞬間。速度越來越快，空氣越來越重，火箭就像一支被狂風擠壓的長箭，只要結構、姿態、推力有一點偏差，整個任務都可能被迫終止。但控制中心傳來的聲音依然平穩，發動機艙壓正常，動力正常，遙測正常。火箭撐過去了。幾分鐘後，第一個重大節點抵達，主發動機關機，第一級助推器完成了它把火箭推出稠密大氣層的任務。緊接着，級間分離確認，上面級繼續帶着星鏈衛星奔向軌道，下面級則開始一場更驚險的旅程，回家。這就是 SpaceX 最具代表性的技術——火箭回收。過去，火箭第一級完成任務後通常墜入海洋，成為昂貴的一次性工具。但獵鷹9號不一樣，它要在高速墜落中重新點火，調整姿態，穿越大氣層，最後精準落在海上的無人回收船上。換句話說，它不是被丟棄的殘骸，它是一架從太空邊緣返航的機器。與此同時，第二級火箭繼續工作。整流罩分離確認，保護衛星的外殼打開，星鏈衛星第一次暴露在太空環境中。此刻，它們還沒有真正開始工作，但已經離自己的軌道越來越近。而另一邊，第一級助推器正高速返回地球。控制中心確認，第一級飛行終止系統安全。入軌後回收程序繼續。接着，第一級進入再入點火。這次點火不是為了加速，而是為了減速。火箭正迎面撞向大氣層，如果不先降低速度，它將承受極端高溫和巨大衝擊。發動機重新點燃，火焰在黑暗中短暫亮起，像是這枚老將在返航途中深吸的一口氣。再入點火結束，火箭繼續下墜。現在，真正的考驗來了。海面上，一艘無人回收船靜靜等待，在茫茫大西洋上，它看起來小得不可思議。而一枚10幾層樓高的火箭，正要從高空垂直落下，準確踩上那塊漂浮的平台。第二級進入末端制導，第一級開始着陸點火，火焰再次噴出，速度被迅速壓低。火箭下方，着陸腿展開，這一刻，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畫面中央。如果成功，這將是這枚助推器的第35次飛行，也是 SpaceX 火箭重複使用記錄的新高。如果失敗，它過去34次任務累積的傳奇將在海面上畫下句點。火箭緩緩下降，火光照亮甲板，着陸腿接觸平台，確認着陸。第1級助推器成功落回無人船。第35次飛行，第35次完成任務，第35次證明，火箭真的可以像飛機一樣一次次回來。幾乎同一時間，第2級火箭也傳來好消息，軌道注入正常。這意味着星鏈衛星已經被送入預定軌道。接下來，他們將展開部署，加入地球上空那張不斷擴大的通信網絡。今晚的發射看似只是一次星鏈任務，但在更大的航天歷史裡，它代表的是另一件事：人類正在把進入太空這件事，從昂貴、稀少、不可重複的壯舉，慢慢變成一套可以反覆執行的工程流程。一枚火箭第35次起飛，第35次返回，這不只是一次成功着陸，這是航天工業正在被改寫的聲音。